之前參觀麗景鑑屋浩景台嘅時候啦，喺單位望出去，見到遠處有5棟嘅大廈，一棟棟聳立喺山坡之上，驟眼睇仲幾新添。唔止我哋，連有啲團友都感到興趣啊！其實佢哋係香港第一條，亦都係唯一一條公務員屋邨華園邨嚟㗎。同近年成日講到重建嘅舊公務員樓一樣，都係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之下，專為長俸華人公務員而設嘅房屋福利。不過華園邨就係由香港政府華園會興建，籌建嘅過程同其他公務員樓有啲唔同，而且規模亦都係歷嚟最大，提供600個嘅單位。華園邨嘅合作社已經喺1995年解散，前社員只要補返地價就可以撤銷單位嘅轉讓限制，喺自由市場轉售或者放租。撇除樓齡，唔少舊公務員樓都因為地點、景觀或者開則等等，被認為性價比幾高。華園邨嘅唔同會唔會令佢有分別呢？所以今集我哋就嚟到華園邨參觀一個3房放盤，睇下單位入邊係咪真係咁大同埋四正實用啦。睇完之後，大家都不妨喺下面留言講下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而仲未 subscribe 嘅你就快啲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始於上世紀50年代嘅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我哋之前都簡單介紹過㗎啦。合資格嘅公務員可以自行組成唔少於10人嘅合作社，再向港英政府申請建屋自住。政府會以市值地價嘅1半，後嚟降到去1/3嘅特惠價格批出土地，並且提供低息貸款作為建造費。貸款最長分20年攤還，樓宇業權就歸合作社擁有，社員可以同家屬喺呢度終身居住，仔女亦都有繼承權。當年仲未訂立有關土地業權轉讓同埋解除單位轉讓權等嘅指引。雖然單位就唔能夠出售或者出租，而且社員要視合作社為佢哋嘅唯一居所，唔可以擁有其他物業。同時需要放棄其他房屋福利，仲要喺政府做到退休。但係始終有一個置業嘅機會，所以計劃都幾受歡迎。不過因為經濟壓力等嘅因素，計劃一度喺70年代初暫緩。後嚟經過香港政府華園會提議重新推行，以港幣大概470萬批出今日華園邨嘅地皮。呢度佔地38萬尺，係計劃推行以嚟最大。不過今次港英政府就只係負責批出廉價地，建造費就係由華園會向會員籌集同埋向銀行貸款。由於華園邨並非透過政府以特惠利率提供嘅貸款而興建，所以同其他公務員樓唔同，社員其後可以為有關物業申領居所資助計劃或者自置居所資助計劃下嘅房屋福利。事實上喺成個華園邨計劃入邊，華園會都擔任住籌劃嘅角色，一手包辦預定伙數、尺數，同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圖則設計比賽、審批會員申請以及出售等等，都同之前嘅公務員樓由10幾位合作社社員統籌唔同。入選者之後會加入華園邨建屋合作社，成為佢嘅會員。另外喺建築上面，亦都再唔係普遍5至7層高一梯2伙嘅設計，而係由5棟樓高30至到32層嘅住宅大廈組成，每層4伙，合共提供600個嘅單位，比當時其他公務員建屋計劃大概2倍。華園邨最終喺1981年落成，當時仲請嚟時任布政司基達爵士主持揭幕禮。雖然華園邨計劃好成功，亦都受到中下層公務員嘅歡迎，但喺各種因素之下，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仍然喺80年代中終止，華園邨就成為咗香港史上唯一一條嘅公務員屋邨啦。佢位處半山之上，但就冇好似屏風咁興建，而係5棟大廈沿住地勢向上發展，形成一個 V 字形。順序由低至高排列，分別係第一座嘅華人閣、華義閣、華禮閣、華智閣，同埋位處最高嘅第5座華順閣。由於樓宇密度唔高，大廈之間都保持住一定距離，所以景觀都幾開揚。基本上中至高層向南嘅單位都能夠俯瞰葵涌貨櫃碼頭、西九龍一帶以至對出嘅海面，並且遠眺港島中西區嘅海景。而低層嘅就望近山坡景或者樹景。至於後排向北嘅單位就會以山坡景為主。
根據當年嘅報導，單位面積主要分為600尺、800尺同埋1000尺3款類型。換算翻今日嘅實用面積，就介乎大概496尺至到822尺。相對大部分公務員樓嚟講，好似就比較細啦。但係就更加容易入場，涵蓋2房至到3房戶型。為今次參觀嘅放盤就屬於面積最大嘅一款，嚟自地勢最高嘅華順閣。一嚟到見到住客大堂都幾新淨㗎。不過上到嚟樓層又會有翻啲年代感，話晒華園村都有大概44年嘅樓齡啊。暫時嚟講啦，都係屋苑嘅升降機啦，同埋入口大堂嘅部分咧，做咗一部分嘅翻新嘅。咁你話如果成棟大廈嘅外牆等等咧，就未完全係去施工嘅。咁睇翻平面圖，係1層4伙嘅格局。咁始終大廈有幾十層高，咁所以都設有2部嘅電梯，分單雙樓層用。咁住戶就唔使好似普遍嘅公務員樓咁行樓梯啦。參觀放盤嚟自高層 T 室，就面積822尺，3房間隔，業主有叫價730萬，位上嚟尺價8800幾蚊。即刻入屋睇下啦，係咪一如其他公務員樓咁市正寬敞？嗱，今次咧我哋就真係由大門開始講起啦。因為咧見到喺鐵閘同埋木門嘅中間咧，其實係有足夠嘅位置可以再擺多個鞋櫃喺度噶。咁變相咧，我哋真係入到嚟玄關嘅時候咧，呢度咧就可以騰出嚟，唔需要擺鞋櫃啦，就會闊落啲啦。咁喺玄關嘅左手邊咧，就會喺廚房嘅位置啦。咁見到個空間都幾大嘅，可以做到3邊嘅工作台面啦。咁所以佢可以直情擺到洗衣機啦，同埋乾衣機喺度添。不過因為始終屋主咧都喺度已經住咗一段時間噶啦，咁所以見到啲裝修咧就相對咧會有啲年代感。工作台面亦都唔係盡用晒成個空間，咁但係只要執下就會更加好用啦。咁仲有條件擺多幾樣家電，好似微波爐或者焗爐等等添。咁我又出嚟個廳度望一望啦。我都幾大下㗎喎，咁佢好似譬如客廳呢邊啦，咁佢仲其實留咗啲家私喺度嘅，但係你見到咧梳化同埋電視之間其實仲有好充足嘅空間咧，可以擺多張茶几喺度，咁甚至你再換過一張咧曲尺型 L 型嘅大梳化喺度都冇問題。而且樓底唔矮，又冇窗台，咁所以空間感十足。客廳採光亦都幾好㗎，半腰窗連埋露台嘅玻璃門，令到光線能夠大面積咁滲入嚟。飯廳同樣設窗，呢邊以山坡景為主，遠望再高啲嘅華景山莊同埋海豐花園，咁所以都唔會暗咗啊，亦都可以同客廳做到對流通風嘅效果。連飯廳呢邊都唔細㗎，咁見到佢就算擺一啲櫃啊家電喺度之後啦，依然都有好充足嘅走動空間。咁除咗廳大同埋實用之外啦，我諗呢度最大嘅另一個賣點咧，就一定係呢個景觀啦。咁因為呢度地勢都比較高啲啦，所以能夠居高臨下啦，望到下邊一帶嘅市景啦同埋海景嘅。咁甚至咧係可以遠眺到維港嘅煙花景。呢邊向南，不過要留意啦，前面嘅九華徑燒烤場原址同埋毗鄰一帶嘅綜合發展區用地，咁將會重建為大型嘅住宅項目。申請早喺2023年就已經獲城規會批准咗㗎啦，興建14棟31至到35層高嘅住宅大廈連附屬設施，合共提供近6000伙，規模就相當於近半個總伙數超過13000伙嘅美孚新村。不過發展商遠東酒店今年就再向當局申請放寬發展密度，而增加近2成嘅單位去到7052伙。14棟嘅住宅大廈改為40層高，另外加棟樓高2層嘅非住宅物業，用作零售或者社福設施用途。項目分為4期發展，頭2期預計最快喺2032年落成。雖然論放盤所處座數嘅地勢同埋佢嘅樓層，就算新方案獲批，對佢嘅景觀都唔會話有咩遮擋。但係始終前面多咗10幾棟嘅高樓，或多或少都會減低咗啲開揚感。而另一方面，施工期間亦都會產生噪音等嘅問題，呢啲買家都需要注意。講返單位，唔少公務員樓都會附設特大露台，擺完戶外餐台凳之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就好似 Holly 之前介紹嘅夏惠台咁樣啊。不過華園村呢度就唔係啦，露台只有客廳大概一半嘅闊度，雖然就唔係好大，但都叫做四四正正，有足夠嘅空間晾下衫，又或者種下花花草草。咁我哋都沿住走廊啦，入嚟睇下啲房啦，同埋浴室啦。咁呢度原則咧就係有3間房嘅，咁有2間就會喺呢一邊啦，另外1間咧就會係喺呢一度。
見到喺近廳嘅位置，仲有一間幾窄長嘅儲物房。不過其實佢係由業主加建㗎。咁睇翻原跡，本身有一間睡房係喺客廳入，其餘就分佈翻喺走廊。可能業主想歸一啲，於是就將走廊入口推前去到客廳房門隔離，而另一邊多出嚟嘅位置就用嚟做咗間細嘅儲物房，佔客廳唔多位置㗎，所以都唔係好覺眼。而家喺儲物房對面就會係近廳房，佢同飯廳同樣向北望山坡景。房間而家訂做咗啲家私喺度，但如果當係睡房咁用嘅話，可以靠窗邊擺張單人床。房門旁邊比較大幅嘅牆身就放衣櫃，中間仲有位啦，放到一張台仔，又或者一個細櫃噶。之後我哋過去隔籬睇一睇啦。嗱，見到呢度咧就有個比較窄嘅浴室啊，咁睇翻原跡啦，應該咧以前咧就會係一個只係得坐廁嘅洗手間嚟嘅，咁但係見到業主喺度咧都加咗道浴屏啦，咁亦都有花灑頭等嘅結具喺度，咁就變成咗一個沖涼嘅位，咁但係咧就做唔到咧乾濕分離啦。好彩都有窗通風，見到業主喺近門口嘅位置仲做咗一組到頂嘅高櫃，可以話係善用晒成個空間啊。另一個浴室就會喺走廊嘅盡頭，同樣係明廁，始終原跡就設有企缸，所以面積都會大啲。不過業主就非常之簡單啦，裏面只有基本嘅配置，其實係有充足嘅條件做洗面盆櫃同埋鏡櫃嚟去增加翻個收納空間。出翻嚟浴室嘅左右兩邊就會係最後兩間睡房。我哋都先睇下向住山坡嘅另一間細房啦。雖然有家私喺度，但都見到佢比起近廳房係大啲，所以佈局上都可以有啲唔同。我覺得業主而家嘅擺位就已經幾好噶啦，有唔少儲物空間之餘，又做到張中等 size 嘅書台，仲可以對住隻窗添。最後睇埋喺對面同客廳同向嘅主人房啦，係非常之大噶。由於大門後面已經預留咗一粒位做一大組嘅衣櫃，所以剩翻唔少嘅空間嚟擺雙人床，直放或者橫放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其實原跡近門口嘅位置，因為旁邊浴室嘅關係，會有一個凹位噶。不過業主就用咗櫃嚟修飾，所以都唔會話好顯眼。至於近天花嘅吊櫃就係業主加建嘅，雖然單位樓底唔矮啊，但如果係我都未必會咁樣做啦，始終都會有啲壓迫感。整體嚟睇，單位實用率都幾高，而且算係保養得唔錯。買嚟投資嘅話，執整一下已經可以出租。但如果係要自住，當然重新裝修會比較好。畢竟業主喺呢一度都住咗一段非常長嘅時間，佢係喺最早期嘅時候向華員會買入單位噶。翻查1979年大公報嘅報導，當年3款尺數嘅價錢由147000蚊至到22萬不等。房盤屬於最大尺數嘅單位，樓價有機會係大概22萬。但業主最終實際支付咗幾多錢就不得而知啦。由於華源村合作社經已解散，所以單位業權已經分契去到業主名下。但如果要轉讓或者出租等，就需要補回地價。不過睇翻資料啦，業主去到而家都仲未繳付土地補價。咁嗰個買賣流程咧，其實同一般可能居屋啊、夾屋啊嘅流程咧，都係大致上相若嘅。主要啦都係業主需要去申請翻一個補地價嘅評估，就去核實翻啦，佢需要補地價嘅金額係幾多。咁不過咧喺一般我哋嘅買賣流程嚟講咧，都可以涵蓋喺其中，都唔會話影響個買賣嘅交易嘅。但係佢提醒雙方喺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嘅時候，最好都係延長成交期去到大概3個半月，等業主有足夠嘅時間完成補地價手續。參考近期同類型單位嘅成交，同座同處一個低層大細面積807尺嘅單位，喺10月中嘅時候就以688萬易手，圍上嚟尺價大概8500幾蚊，放盤嘅叫價高大概4%，但佢就位處高層啊，景觀相對開揚，所以呢個差距都算係合理。其實屋苑喺7月嘅時候都做過一宗同座向同尺數同樣位處高層嘅成交，嚟自華之閣，即係第4座嘅 D 室。當時嘅成交價正係730萬，同放盤叫價相同。不過都要留意，華源村嘅成交向來都比較疏落，今年至今少過10宗，亦都以兩房單位為主。參考銀行估價或者會更加合適。中銀、恒生同埋花旗最新估值介乎690萬至到730萬，都達到業主嘅叫價水平。
至於買家方面，華園村而家大概44年樓齡，係承造按揭嘅時候，還款年期最長都仲可以有30年。假設以叫價730萬嚟去計，借盡90%按揭嘅話，每供款係29,300幾蚊，月入要求就要大概58,600幾蚊。如果係買嚟放租，以屋苑市值呎租大概30蚊嚟去計，扣除管理費1620蚊之後，每月實收大概23,040蚊，可以享近3.8厘嘅回報率，高過同類型單位大概2.9厘嘅大市水平。不過睇返過去嘅租賃成交都係以2房為主，甚少3房單位放租，所以實際呎租係有機會低啲，從而影響到租金回報率。我哋見咧都係家庭客會比較為主啲啦，都係欣賞翻呢一度嗰個面積夠大，譬如佢哋可以安放到多啲家私啊。投資者嚟講咧就唔算話太活躍喺呢一個屋苑出面啦。咁因為佢哋大多數啦都要着重翻嗰個租金回報。咁但係呢一度個放盤嚟講咧，或者係客人嚟呢一度揾租盤嘅數量都唔算話好高嘅。代理就話，而家屋苑只係有一個大概537尺嘅2房租盤，叫租大概17,800蚊。至於放盤都係大概10個以下，叫價由440萬至到768萬不等。尺價就係大概8,100幾至到1萬蚊。大致都係返今年成交尺價大概8,100幾至到9,000蚊嘅範圍之內。不過有興趣嘅朋友都記得要考慮埋屋苑未來嘅潛在支出。始終華園村已經有一定樓齡，一啲例如維修費用等等都有機會需要共同分擔。另外喺配套上，雖然華園村配備咗燒烤場、小型休息閱讀室、少量健身器材同埋游泳池等當年相對高級嘅康樂設施，但係今日嚟講咧就唔算咁完善啦。而且附近一帶都冇食肆同埋商鋪，居民買嘢同食嘢咧就要搭小巴出入啦。喺放盤所在嘅華信閣同埋第4座華智閣中間就有一個小巴總站，設有路線往返美孚同埋荃灣，會途經晒咁多座㗎。另外仲有3架小巴往返華景山莊、麗景站同埋長沙灣等，但係只係途經第1座華人閣同埋第3座華禮閣，居民都可以沿行人天橋上返去華智閣嘅。另外再行落去青山公路都會有巴士往返港九新界。屋苑亦都設有停車場，基本上每座對出都有，並且分有蓋同埋露天車位，所以數量都幾充足。但係就話唔少業主其實都擁有1個或者以上嘅車位，買家或者租客都可以睇下業主喺出售或者出租單位嘅時候會唔會連埋車位啦。今日睇完呢個單位之後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啦。雖然樓齡咧就舊啲啦，但係咧佢呢度嘅居住環境咧係好清幽舒服，而且咧真係好大同埋好四正實用啦。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留喺屋企啦，所以呢個居住環境對我嚟講咧就非常之適合啦。唔知道大家係咪都係咁樣諗咧？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